爱情总是在最不经意的时候降临。黄兴和邱鼎杰的故事就像一场编排好的戏，却真实的让人心跳加速。据传，他们最初的相遇并不是在片场，而是在一家安静的咖啡馆。黄兴带着剧本在角落里默默练习，邱鼎杰推门而入，目光恰巧落在对方身上。那一瞬间，空气仿佛凝固。许多粉丝后来回顾这段细节时，都觉得像是命运的安排。两人第一次交谈，话题从咖啡延伸到剧本，再到角色的理解，仿佛他们天生就有着无数的共鸣。有人说，真正的化学反应不是靠镜头制造，而是源自内心的牵引。黄兴的安静与邱鼎杰的热烈，正好形成了互补。那天的咖啡馆不仅成为他们友情的开端，更像是未来浪漫的伏笔。粉丝们回顾这一幕，总忍不住想问，这是剧情的铺垫，还是现实的注脚？当两人合作拍摄 ABO 欲望时，他们的默契已经肉眼可见。然而最令人震惊的，并不是荧幕上的亲密，而是片场之外不断被捕捉到的巧合。有人在夜晚的街头偶遇他们一起散步，也有人在机场发现他们悄悄同行。起初，很多人觉得这只是炒作，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画面曝光，那份秘密约会的氛围似乎已经无法掩盖。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某次媒体拍到的照片，黄兴戴着帽子和口罩，邱鼎杰则低调地走在一旁，两人不约而同选择了同款运动鞋。细节总能透露心思，那一刻，粉丝们的猜测彻底炸裂。究竟这是普通朋友的陪伴，还是超越友情的牵挂？当细微的互动被无限放大，观众开始相信，这对荧幕情侣很可能已经走进了现实的故事里。为什么黄兴和邱鼎杰能让观众如此沉迷？答案或许很简单，他们的互动太自然，太真切。荧幕上的拥抱与对视，不再像是演技，而更像是心底流露的情感。有一段花絮被粉丝疯狂转发，在一场激烈的争吵戏结束后，导演喊卡，邱鼎杰却本能地伸手替黄兴整理乱掉的衣领。那一瞬间，镜头并没有要求，但动作却格外温柔。这样的细节不仅让粉丝心动，更让人怀疑，他们的化学反应早已超越了角色的界限。心理学上有个说法，当两个人在高强度的情绪中并肩经历，他们会下意识地产生依赖和吸引。欲望中的剧情正是一次次将他们推向极致。而黄兴和邱鼎杰不仅在戏中演绎爱与挣扎，似乎也在现实中重现了那份难以言说的深情。真正让他们的关系登上热搜的是那次告白事件。在一次直播中，主持人调侃性地问邱鼎杰，如果在现实生活里，你会选择谁当你的理想伴侣？没想到，他毫不犹豫地说出了黄兴的名字，并补了一句，因为他能让我很安心。短短10秒的视频，被粉丝剪辑成无数版本，在各大平台疯传。评论区瞬间沸腾，这不是演戏，这是心声。他们是真的吧？我相信爱情了。这场告白不仅让两人的关系备受关注，更打破了许多明星之间刻意保持的距离感。他们不再只是剧里的恋人，而是现实中最有可能的真爱搭档。有人说，这一幕才是真正的爆点，因为它不需要剧本，也不需要导演的安排。在娱乐圈，荧幕情侣常常只是人设，但黄兴与邱鼎杰却让人分不清戏与真的界限。很多观众表示，看他们的戏时，总会恍惚忘记这是演绎，因为那份真情实感太过炽热。他们的眼神交流、肢体触碰，甚至一个笑容，仿佛都藏着无法言明的秘密。而这种模糊感，正是让观众上头的关键。每一场吻戏都不再只是剧情的需要，而像是他们真心的表露。这也让无数粉丝开始期待，如果他们真的在一起，会不会比剧中的爱情更加美好？这种期待让他们的 CP 热度持续升温，也让 ABO 欲望成为一部现象级的作品。现实与虚拟交织，最终在他们身上找到了完美的焦点。在粉丝的眼里，黄兴与邱鼎杰已经不只是合作演员，更是彼此生命中的特别存在。
有人甚至将他们的关系比作现实版 BL 童话，每一次同框都是新的糖分，每一次互动都是观众心里的小鹿乱撞。娱乐圈中有太多转瞬即逝的光影，但他们的故事却因为真挚而被铭记。或许未来他们会选择坦然公开，也或许他们会默默守护这段关系。但无论如何，他们已经在粉丝心中留下了一段无法替代的传奇。就像有人评论，无论真假，他们带来的心动和勇气已经改变了我们对爱的理解。这或许就是黄兴和邱鼎杰最动人的地方。自从他们的互动逐渐曝光，粉丝圈与大众的反应都极为强烈。有人疯狂产粮，把他们的点滴拼凑成甜蜜的故事；有人则理智分析，提醒大家保持冷静。然而，不论是哪种声音，都证明了一个事实：他们的存在正在撼动人心。社交平台上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，标签井号黄兴邱鼎杰是真的井号一度冲上热搜第一。无数短视频、剪辑、二创接连涌现，每一次播放都是观众无法抵挡的心动。这种全民狂热不仅为他们带来了更高的曝光度，也让 ABO 欲望突破了次元壁，成为一场现实与幻想交织的文化现象。粉丝们甚至戏称，他们不是在演戏，而是在公开恋爱。在甜蜜的互动背后，也有质疑的声音。有人认为，这一切不过是营销手段，是剧方刻意营造的 CP 话题。然而，更多的人却坚信，真感情是装不出来的。黄兴与邱鼎杰之间的默契，不是几个片段能制造的，而是长时间相处中自然生成的。就算未来真相揭晓，哪怕他们只是好朋友，这段经历也已经在观众心中留下了烙印。因为观众从他们的互动中看见了最纯粹的心动与陪伴。正是这种真假难辨的暧昧，让他们的故事更具张力。也许，爱本来就不需要标签，不需要解释，只要心动是真的，就已经足够。黄兴与邱鼎杰的故事，就像是一部现实与虚构交织的浪漫剧。他们从咖啡馆的偶遇，到片场的默契，再到秘密约会与网络告白，每一步都让人心跳加速。无论他们最终是否会在现实中相爱，他们已经用真诚与勇气，为观众留下了一段足以铭记的传奇。当黄兴与邱鼎杰之间的暧昧从花絮、私下同框，乃至那段被剪辑的告白扩散到每个角落，真相一旦浮出水面，将引发多米诺效应，不仅仅是两位当事人的命运，更牵动着粉丝经济、媒体生态与公众道德的再洗牌。若他们选择公开，粉丝将迎来狂喜，但同时也会面对商业合同、品牌代言与公关团队的重重算计。公开意味着更大的曝光，也意味着被放大审视的每一次互动，支持会变成期待，隐私会被按需消费。相反，若真相被证实是精心策划的营销话术，信任的裂缝可能远比一时的热度更难修补。粉丝的愤怒会转化为对整个产业链的不信任，这将是一场信任资本的灾难。在更深的层面上，真相的揭晓还是对爱与表演界限的一次严肃拷问。观众渴望真实的情感，但娱乐机制常常把真实与利润捆绑在一起。所谓的化学反应，到底是心动的自然涌现，还是被导演、剪辑与社媒算法放大后的集体幻觉？而在两性与性别议题敏感的语境中，一段被证实为真实的男情感关系，可能带来粉丝群体的温暖，也可能遭遇文化与商业结构上的阻力。此外，别忘了当事人的心理成本。无论选择公开或隐秘，两人都将承受网络审判、私人空间被剥离以及被无限解读的压力。作为观众与粉圈的一员，我们能做的不是逼迫答案，而是学会给予边界，尊重他们的选择，关注他们的作品，而不是强行把私人生活变成永无止境的叙事素材。最后，真相不只是是否在一起的二元问题，而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爱、表演与商业的复杂讨论。无论结局如何，黄兴与邱鼎杰这段故事已把观众推到镜子前，我们希望被打动，但也应学会不被操控。你准备好面对真相了吗？